阵子和平光学给到我一支它的复刻钢嘴的新的一个旅行版，这个旅行版的其实是和它之前的那个版本其实是光学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呢它的这个镜身呢它换成了铝，而不是最早的那个铜，重量呢会比之前呢轻60克，达到了170克。那170克的这么一支35毫米 f1.4 的这个镜头呢，我觉得已经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极致了。那我今天想聊一下呢，就是很早以前呢，我是用过钢嘴，那只眼镜钢嘴啊，我拍了一阵子。但是呢，钢嘴呢，它作为35毫米1.4第一代的那只镜头呢，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的不少的光学缺陷的。当然，这些光学缺陷呢，一方面是当时技术条件的这个限制啊，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是第一支，所以呢，等到后来它出到圣光，也就是钢嘴的过渡版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对这个光学呢有了一些调整，但实际上还是非常的。怎么说？从现在的角度上说，是很有特点、很有味道、很有个性，但其实都是光学的缺陷哈。那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双飞，然后再到后来的35 1.4 SHP，一直发展到现在，很多的这个版本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优秀。后呢，你就会觉得说，现在大部分依靠计算机，依靠机器。制造加工的这个镜头呢，它的这个性能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你无论是选用这个徕卡原厂的这个镜头，还是福伦达的镜头，还是我们国产的像旭这样的这个镜头呢，其实都是非常的优秀，它焦内会非常的这个锐利。焦外呢也非常的好看，然后四周边缘的这个画质成像呢也是可圈可点，但就因为如此，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35毫米1.4只能是做到这个样子了，但实际上你用回老镜头，用回 ASPH 之前的那两代镜头还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意思，其实还是当年的这个光学缺陷。那和平它这个复刻的这个钢嘴的这个版本呢，实际上它是成像的这个味道呢，它更接近于圣光的这个味道。而不是钢嘴。钢嘴因为实在，我个人是觉得就实在有点糟糕。它现在卖的那么贵，只是因为它灯真的数量特别少。然后，我用过以后，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值得那个价格。但是圣光一直是我说我想留到最后的唯一一支35 1.4的这个镜头。那现在出了这么一支国产的这个复刻版本呢，我觉得，这个第一它做得非常好，做工非常好，然后大家看这个无限远的这个锁定，对，然后它的体积、外观、刻字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它的这个重量现在又变得非常轻了以后呢，所谓的旅行版就是它更适合你带出去拍。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实际上也是放到了0.7，那么比原版的钢嘴呢，其实要近很多，0.7会方便很多。所以我这2天一直是带着这支镜头呢，在旅行，真的是旅行版在旅行。我们可以看到我拍的一些这个照片呢，这真的是非常的画质非常的舒服，然后它很有味道，它很接近于原版的圣光的那种效果。全开的时候呢，小鸟在脚上，郊外小鸟会在飞。收到了2.8以后呢，就非常的这个锐利和那个七枚玉其实没有什么这个差别，颜色也会非常不错，层次也非常清楚。那你要图郊外的它的这个性格的话，那你就直接全开就没有问题。然后你需要这个锐利的成像呢，你说到 f2.8 设到 f4以后，你扫街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一直说，为什么我喜欢圣光，是因为你全开有一种效果 ，f2 是一种效果 ，f2.8 以后又是另外一种效果，所以你一支镜头上面可以得到2、3种不同的这个成像效果，还是蛮赚的对于徕卡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些镜头来说，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它那种小巧精致、画质非常好，在135上表现的无与伦比的这种画质效果，这是我最喜欢徕卡的这个原因。个人是觉得说，
ASPH 时代以后，它的很多的这个镜头呢，它真的是非常的锐利，非常的画质非常好，特别是像35-2AA 这支巅峰级的镜头，我有时候还挺后悔，因为我把它卖掉了，我想把它有时候是不是要把它买回来？但实在是它太锐了，太现代了，它甚至给我一种场景是有一种中画幅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会去试图去体验更多的ASPH 之前的那些镜头。Pro A 的那些镜头，那 Pro A 的这个镜头其实可选择的这个余地呢，其实并不是很多，而且有些好的这个镜头呢非常贵，像钢嘴啊，像双飞啊都非常贵，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仿造这个镜头的这个原始结构，然后制造出一些还蛮有那么些味道的这个复刻的所谓的复刻的这个老镜头哈，那么我觉得去体验吧，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不觉得钢嘴值那么多钱，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想体验钢嘴的话，那么这支镜头还是不错的。它因为很小，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小，非常轻，然后比例也是非常的这个协调，所以呢，在这个机身上呢，就是用起来就会非常方便。170克的重量呢，其实对你任何旅行都不是一种负担，然后又有1.4的大光圈的这么一种效果，然后基本上像我这台 M9 在晚上你全开这个1.4，我拍起来也是非常开心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压力，虽然它的高感很糟糕。当然了，我们这边也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我们国内的这些厂商们我们国内的一些愿意去做 M 口卡口镜头的这个厂商们，那么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你可以制造出非常不错的 M 口的这个镜头。那么在让大家这个体验完那些老镜头之后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给到一种新的一种选择，那它不一定是复刻这个徕卡的这个老镜头，它也不一定是要走完全尖端现代的路子，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古典的、比较复古的。那像旭最近推出的35F2的那支复古的镜头，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因为你现在锐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你怎么在保证画质、在保证画面清晰度和细节、和层次和微反差等等的那些基础上，我们给到这个画面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特殊的这种感觉和效果，这个是我们后面所期待的。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镜头都很锐焦外都很好看，然后对焦内都非常清晰。那么我们这个镜头后面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方向在哪里呢？我们是希望说它能够制造出或者营造出一种非常难忘的、非常典雅的、非常优雅的一种画面氛围和画面效果，而不是专门去讨论它的锐度
和它的这个郊外，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因为一些老的镜头，我们很喜欢的一些梦幻般的这个镜头，它的这个性能、它的这个参数、它的 MTF 这个图都很糟糕。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那种味道、那种效果。但我们看完了所有的现代的这个数码的这个镜头之后啊，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属于个人情感的一种流露，一种渲染。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市场能够努力制造出的那种所谓梦幻般的这个镜头。那这些梦幻般的镜头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镜头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成型昙花一现过。虽然他们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啊，就像这只钢嘴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始终会被我们老用户津津乐道，它始终会成为一种话题。我们每年出那么多镜头，但是真正留下来成为话题、成为经典、成为回忆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特殊体质的这么一种镜头的这个镜头语言。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看到更多的这样的这个镜头，而不是只是去复刻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复刻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争议呢？是因为当年的这个技术，当年的这个玻璃，当年的镀膜，都是当年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的这个产物。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这个技术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能轻易的制造出很清晰的、很标准的现代化的这个镜头出来。然后你说我用它的这个光学结构啊，我说我复刻了一个外形，但是它的内在实际上还是非常现代的啊，你拿不到那时候的玻璃，所以你就做不到那时候的这个经典的这种味道。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翻旧账，一定要去做过去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并不一定。我们有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探索一些新的视觉语言，我们要用我们镜头的这个技术，我们去营造出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这才是我觉得我们国产镜头国产化那些把一些技术运用到那个方向去的时候的正确的道路，而不是一直在复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尝试和接受这样的这个国产的这个镜头来创造出更好的这个更值得回忆的这个作品，好吧？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